20世纪90年代是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那时四大天王南张北谭的歌曲仍然被许多人传唱至今，而华语乐坛的巅峰时期则是2000年以后了。随着周杰伦一代的兴起，乐坛的这一新时代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每个月都有大量的优质专辑和新歌。在这种形势下，一位名为刀郎的歌手在这五彩斑斓的时代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血路。2004年，刀郎凭借着他的单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式出道，次年又以《冲动的惩罚》一歌获全国金唱片奖。刀郎当年到底有多火？一组数字就能让你直观的体会到。04年，周杰伦的《七里香》共卖出350万张，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销量达到了惊人的270万张。如果算上盗版的销量，可能这个数字将冲破1000万。这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音乐背景的草根歌手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天文数字。这首歌曲成为了刀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虽然当时他还没有任何音乐背景，但他的才华和独特的嗓音让他迅速走红，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歌手。他的歌火遍大街小巷，是当时每一家小店的收音机里的声音。可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红极一时、销量数据可观的大热歌手，从刚出道到如今快20年的时间里，一直饱受着争议。时间来到2010年，那英作为评委参加音乐风云榜10年庆典时，对刀郎的歌曲提出了质疑。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刀郎的歌曲不具备审美观点，只是销量高，坚持不让刀郎入围，并且曾扬言说，如果刀郎上了春晚，他就要把电视砸掉。对刀郎的歌抱有巨大偏见的还有3人，分别是在担任选秀评委期间的高晓松、那英的好友杨坤，还有歌手汪峰。高晓松，如果哪个歌手唱刀郎的歌，在他这里休想过关。杨坤，刀郎的歌能叫音乐吗？汪峰，刀郎现象是流行音乐的悲哀。质疑和偏见一直伴随着这位致力于做好民歌的低调歌手。于是在12年举办完刀郎谢谢你全国巡回演唱会后，他逐渐淡出了所有人的视线，似乎要永远成为华语乐坛的珍贵回忆。可是谁也没想到，一晃10年后的今天，他又凭借着一张沉淀了6年的专辑，凭借着一首名为《罗刹海市》的歌曲，以势不可挡的锐气回来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他的反击，一场淡出10年、钻研6年的盛大反击。万万没想到，52岁刀郎新歌一出，几乎被全网包场，持续登上头条热榜，并引发4位音乐人的评论区遭遇排队翻车。还有网友贴心的对刀郎的歌词进行了解读，认为他对那英的讽刺非常高级。还有不少网友跑到那英、杨坤、汪峰等人的账号评论区进行嘲笑。那英最新一条动态点赞仅10万，但评论已经达到了60万。网友们忙坏了，在4位歌手的评论区来回留下印记。就在半个月前，网友还夸赞那英的耿直豪爽，他的不长脑子甚至成为了优点。互联网的风云变幻实在让人始料未及，其中2首单曲《罗刹海市》、《颠倒歌》最为典型，争议最大。大部分网友翻看歌词后，对刀郎赞不绝口。你以为他磨平了棱角，其实他一直在磨刀，而且刀刀击中要害。也有网友对刀郎提出关心，害怕由于歌词太过敏感写实，会再次被迫隐退，甚至被封杀。那么，刀郎真的是在复仇吗？这2首歌究竟在表达什么？为什么一经面世便火爆大江南北？4位主流同行以刀郎的性格和实力真没放在眼里。2004年，蛰伏多年的刀郎以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横空出世，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大杀四方，火遍全国。这张专辑正版销量达270万张，其他渠道销量超过1000万张，可谓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刀郎被誉为内地唱片业拯救者。人红是非多，非科班出身、没有资源背景的刀郎遭遇了一些主流士大夫的抨击，但是很多人只记住了那英、陈坤、汪峰、高晓松对于刀郎的批评质疑，却忘了真正的音乐大佬对其是赞美有加。风雨飘摇中的刀郎获得3位华语音乐教父、2位流行天王的力挺。刘欢说，刀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出现，而且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我认为我们不应对他进行过多的评判。罗大佑公开称赞刀郎的歌我喜欢听，他的声音是唱歌而生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他的尾音，他可以把唱歌唱得像讲话一样。李宗盛评价刀郎，我听过他的歌，非常的简单直率，有一种触动听者灵魂的力量。
一个歌者要想胜出，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刀郎的民族加流行，比如说他不加修饰的个性嗓音，我真的很喜欢。刘德华说，能与我忘情水相比的，只有刀郎的冲动的惩罚。谭咏麟对刀郎更是顶礼膜拜，不仅力邀其成为自己的演唱会嘉宾，还诚邀刀郎为自己创作歌曲。同时得到这些音乐大佬的认可已经足够了，这不是其他站在干岸上抨击刀郎的主流们所能达到的高度。他们为什么看不起刀郎？刀郎的歌之所以会火，是因为歌词直白干脆，真情实感，不加任何修饰，是一种很质朴的普通老百姓随口就能唱的声音。曾有主持人问刀郎，我听过你的歌，我感觉你的歌就是你的情感经历，对吗？刀郎点点头，对，不说100%，但80%是。但是这种声音却因为他非科班的出身，受到主流代表的排挤。2010年，作为音乐风云榜10年盛典评委会主席的内因，公开反对刀郎入围乐坛10年影响力歌手，并直言刀郎的歌并不具备审美标准，作品缺乏音乐性。之后，内因更说出一番另类言论，去 KTV 点刀郎歌的都是农民，要是刀郎上春晚，我就砸电视。杨坤接受采访，一副无所谓、鄙视的态度。刀郎有音乐吗？你认为他那能叫歌吗？汪峰则毫不留情面地指出，刀郎的歌曲能够火全靠炒作，这是中国流行文化或流行音乐的悲哀，除了新鲜感一无是处。高晓松则说得更狠，他自认为是音乐界的主流代表，他们才是正规军。而刀郎与凤凰传奇是代表草根的野路子，刀郎的专辑自己会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就这样，刀郎在乐坛过遭遇的经历，让士大夫与群众之间产生了一次互相看不上的割裂。而且在接下来的10几年时间里，这道裂痕被撕扯得越来越深。刀郎为什么会半赢半退？刀郎也深知自己的劣势，他无力辩解道：“我是音乐界的苦行僧，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新疆优秀的民族音乐养育了我。”刀郎的偶像是约翰列侬，一位理想主义者，刀郎同样如此。对于名利，刀郎看得很淡，他希望听众记住的是自己的歌曲，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要求的仅仅是音乐能够养活一家人，而不是利欲熏心、飞扬浮躁。2005年，刀郎在福布斯名人榜中排名第13位，年收入高达1200万元。这时，刀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需要的是用心创作，带给粉丝更多更好的作品，而不是盆满钵满。所以，即使当年的刀郎红得发紫，他依然戴着鸭舌帽，含蓄内敛，没接过商业广告，也很少抛头露面。2004年，张艺谋邀请刀郎参加自己电影的首映典礼，刀郎连忙拒绝，我一个草根歌手，不适合上这么高端的节目。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诚恳地说，我的目标就是做名2、3线歌手，红了真的是个意外。我想走民族化风格，是大众可以随时拿来唱的，而不是放在殿堂被人供着。喜欢也好，质疑也罢，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终归会被大家遗忘。出歌是因为维持生计，隐退是因为坚守初心。一个真正有才华、被大众接受的艺人，如同郭德纲，任凭主流如何打压，他不可能被消失。刀郎的经典老歌，2002年第一场雪、情人、冲动的惩罚、西海情歌、卡什格尔的胡杨，均以情感为主。但是新专辑中曲词调却与以往大相径庭，甚至有些老粉直言听不懂、不习惯。褒丝抽茧，我们可以看到刀郎并不是想证明什么，而想要表达什么。山歌聊斋这张专辑是一张结合了聊斋文本与民间曲牌印象的主题概念专辑，其中包含11首单曲，光看看名字，大多数都与聊斋有关。聊斋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学名著，全书通过近500篇小说故事，愤世嫉俗，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反抗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有网友说，刀郎新歌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才懂曲中人，歌词不带一个脏字，却唱着唱着就骂了一堆人，坤无言，风无语，那无影，松无踪。所以一批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纷纷涌入以上私人评论区，抬着对冷嘲热讽，抒发快感。截至视频发布前，内应最新一条动态的评论已经高达253.7万，该动态成为内应账号里评论最多的一条动态。只是这些评论并不是夸他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骂他、吐槽他，大家在为刀郎鸣不平。郭德纲连夜关闭了社交账号的评论，而田震也被波及。大家没有忘记他当年和内应的恩怨，也没有忘记他遭遇歌坛一些人打压的事情。
于是网友们纷纷涌入田震的社交账号留言，网友喊话他翻唱罗刹海市，还有网友建议他和刀郎进行合唱。诚然10年河东10年河西，人在做天在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但是我认为这2首歌的意义远不止此，它就是政治化星星点灯的另一个翻版，只是语言表达方面相对隐晦。它超出了情情爱爱，针砭时弊，可谓反讽第一歌。我甚至一度担心会不会被禁。刀郎是淡泊名利的，他没有那么小气。我不认为他的新歌是在复仇那几个曾经针对过自己的人物。放大点，他批判的是整个歌坛，甚至某些行业中论资排辈、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丑态，呼吁人们应该开放心态，接纳多样性。再放大点，这首歌套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同样适用，社交的虚伪、权力的傲慢、环境的荒唐、潜规则的丑陋，体现得淋漓尽致。罗刹海市最后一句歌词才是点睛之作，说明了一切，那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音乐人没有高低贵贱，但音乐却有高级与庸俗，孰是孰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致敬真汉子刀郎。